近期有新闻说，欧洲可能在明年为中国的国产大飞机 C919 颁发认证，还有媒体标题为 C919 入欧有好消息。若能获得颁证，确实是个好消息，但把它称为入欧，这稍微有些过头。欧洲为 C919 颁证，是因为我国花钱提出了申请，它与飞机采购并不是一回事儿。中国此前也有飞机已经获得过欧洲的认证，多了解了解民航动态就能够知道。在民间还有不少人将这件事儿与中国采购1000台 LEAP-1C 发动机关联起来，认为是在对等交换。既然花钱买你的发动机，你就得给 C919 颁发适航证。这显然跟关公战秦琼一样，八竿子打不着。欧洲为飞机颁证的机关是欧洲航空安全局，也就是 EASA， 属于欧盟下属机构。它与美国的联邦航空局 FAA 一样，是全球民航安全的权威。向他们申请认证，就如同参加托福或者是 SAT 考试一样，是快速获得市场信任的手段。当然，别的国家也可以这么做，比如俄罗斯，要求欧美飞机去他那里做认证，认证之后才能够在全球热卖，只要它足够权威就行。还有，为中国提供发动机的并不是 EASA， 而是美法合资的 CFM 国际公司。CFM 的总部在美国的辛辛那提，与 EASA 是两码事，所以 EASA 不可能因为咱们向 CFM 大手笔订购就同意颁证。而且如果他这么干，肯定也就失去了权威性，也就不会有人愿意花大价钱找他去做认证了。反过来说，认证也不是进入国际市场的必要条件。中国的 ARJ21700 既没有 EASA 也没有 FAA 的认证，现在照样可以在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国运营。EASA 是管欧洲的， FAA 是管美国的，因为它俩权威，所以很多国家会参考。但是参不参考是各国的自由，并不是说全球各国都必须得听他俩的。至于说为什么要购买多达1000台的发动机，这当然与需求和财力有关，但最关键的还是集中采购才会便宜。一台 LEAP-1C 发动机单独购买价格高达1700万美元，批量采购时谈得好甚至可以谈到5折，还可以避免因为其他突发情况带来的供应问题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欧盟派团来中国对国产大飞机 C919 进行认证考察的事情，我们此前报道过，大约是7月份开始的。这种认证快的话1年左右，所以明年颁证也很正常。C919 已经运营了这么久，没有发生大的安全问题，EASA颁证的可能性很高。这就像参加托福考试之后，组委会一定要给成绩一样，不然的话托福考试2100块钱的报名费总不能白白落口袋里，对吧？ EASA 认证没有政治色彩，否则它就不会权威。俄罗斯的超级100此前也向他申请过认证，他在考察之后认为没有问题，就批准了。不过超级100在获得 EASA 认证后卖了几架给比利时，反而被证明不好使，一下子就丢掉了国际市场，断送了前途。所以获得认证虽然很重要，更重要的还是品质。通过 EASA 或者是 FAA 认证的飞机极多，但能够赚到大钱的至今还只有波音和空客。希望中国的国产大飞机 C919 也能够像波音和空客那样稳扎稳打，不断完善，每天都能飞10几个小时，为国家造福，为人民赚钱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